指导员，我申请离开文工团，转去国外的斯卡拉大剧院。斯卡拉大剧院，还是首席领舞？青音，这可是全世界舞者的最高荣誉，你这可是国家头一份啊！不过这是要出国的，你跟副团长到时就得分居两地了。你跟他商量了吗？不用商量了，我还要申请强制离婚。副团长对你多好啊，青音，你们怎么就到今天这个地步了？是啊，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呢？明明我以为我们当初是彼此相爱的。20岁那年，我最狼狈时，他像一道光从天而降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竟是我们团里人人敬畏的副团长。副团长好。不用紧张，许青音，你的功底是我见过最好的。对了，我们团不是还有一支比翼双飞吗？下次汇演的时候跳那个吧。我真的可以吗？我说你可以，你就可以。那段练舞的日子，他时常来看我，还会在我练不好时开解我。我的生活里充满了他的身影。演出成功落幕之际，他竟然做出了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。许青音同志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们结婚后，我为了他拒绝了斯卡拉大剧院的招揽。那时，我以为这份感情值得我放弃一切。旋转的时候核心收紧。可我没想到，我们结婚3年后，他竟带着青梅竹马来到了我面前。大家停一下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唐婉之，你们的前辈，现在归队了。青音，婉之曾经差一点点就登上斯卡拉大剧院的舞台，从今天起，你把领舞的资格让给婉之。斯卡拉大剧院只招揽过1位国人，婉之比你练舞时间更久，资历更老，本就该她当领舞。什么情况？青音姐跳得那么好，凭什么换领舞啊？没听团长说唐婉之差一点登上斯卡拉大剧院的舞台吗？那可是顶级舞台，青音姐跟她比不了。别说，你长得还真有几分像我。我不在的这几年，谢谢你替我照顾景深，还替我跳比翼双飞给他看。不过赝品始终都是赝品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你可以歇歇了。从头到尾，我竟然只是一个替身。既然他想要你和领舞的位置，那我就都还给他。思苗哥，是我许青音，我想通了，下个月我就去斯卡拉大剧院报道。青音，你终于想通了，你是最顶尖的舞者，本来就该站在全世界最好的舞台上，当初的位置一直都在为你留着。谢谢思苗哥。青音，不用跟我这么客气，你明知我……思苗哥，谢谢你，一切等我到了再说，再见。青音，永远不要离开我。那时候我以为他对我的深情是爱，现在看来那些抵死缠绵，只是他透过我在看另一个女人。本来想1个月后把这个惊喜告诉你的，现在既然要离婚，那该告诉你的就是我出国的消息。许青音，你在做什么？收拾东西。你什么意思？今天婉之汇演，你在家收拾东西却不去，
你的事儿比婉之演出还重要吗？等会儿我们给婉之庆功，在招待所餐厅，你也来，当着大家的面给婉之道个歉。道歉？他把我的领舞抢走了，我还要给他道歉？许青音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蛮不讲理？你把初恋情人带回来，逼我把领舞位置让给他，现在还要我当众给他道歉，你说我蛮不讲理？你能嫁给我，本来就是沾了婉之的光，现在把领舞的位置还给他，怎么了？你是这么想的，行，那我们就青音，你别生气，都是我不好，我把领舞的位置还给你，你别为难景深。你以为我在乎的是这一个领舞的位置？这事跟婉之没关系。许青音，你抢了他的东西这么多年，现在让让他，怎么了？既然这样，那我1个月后离开，全都还给他。你说什么气话？看来我这几年在文工团太纵容你了，发脾气也要有个度。今天好好反思一下。傅景深，这是第几次你头也不回地拉着他离开了？还好，只剩20多天了，我不会再对你有期待了。请进。指导员，我想请您给我批个条子，我要去京市几天。去京市做什么？去京市办一些身份验证手续，为出国去斯卡拉大剧院做准备。你真的想清楚了？这样的话，你和副团长就真要断了。副团长的职位是出不了国的。想清楚了。确实，斯卡拉大剧院是艺术的梦想之地。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他们对一个舞者如此的求贤若渴。去京市几天确定了吗？你要去京市？你要去京市？去京市办点手续，因为1个月后我就要。青音，你怎么还说气话呢？昨晚的事你别往心里去，都是因为豆豆闹着不肯睡，景深才留下来陪他的。这孩子实在太喜欢他傅叔叔了。不是傅叔叔，是傅爸爸，我一直都是这么叫的呀。豆豆说的对，你就是我的女儿。景深，你就是太宠孩子了。青衣，你别介意，就当是童言无忌。我不在意。指导员，给婉之也开个条子，时间和路线就跟我这次去调研的路线一致。这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婉之跟豆豆也是我的家人。好吧。可以出去玩啦！傅爸爸带我们出去玩啦！是傅爸爸，傅爸爸真好。景深，我们什么时候要一个孩子啊？你是舞蹈演员，生了孩子身材走样，还怎么跳舞？可是我不喜欢小孩，这个话题以后别再提了。傅景深，原来你不是不喜欢孩子，你只是不喜欢和我的孩子。不过以后你喜欢谁的孩子，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。婉之是喜欢自由的性子，在淮海也待不住，我就是带她出去转转，你别多想。理解，纯洁友谊嘛。我明天一早才走，今晚回家，你做好饭菜在家等我。我去找青音聊聊吧，他心里对我有误会，我去跟他解释清楚。还是你善解人意，不像他小肚鸡肠。你去吧，我还有工作要和指导员谈。妈妈，我想留下来陪傅爸爸。许青音，你还真能忍。景深昨晚住在我那儿，今天又要带我去调研，你难道真的一点都不在意？我在不在意，关你什么事？当然跟我有关。你不过是个替身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景深呢，很快就能调去文工团总部了，前途无量，而你配不上他。你就这么想要别人的男人？识相的话，就赶紧离开，给我腾位置。好，1个月后我让给你。你在搞什么花样？别以为以退为进就能挽回他。景深回来这1个月，没再碰过你吧？唐婉之回来后的这1个月，景深确实没有。我会尽快给景深怀个孩子，
到时候他会娶我，你不走只会更难堪。青衣，你误会了，我跟金深什么都没有，你别跟他闹脾气了，都是我不好。好疼！我以为你平时只是耍嘴皮子，没想到会做出这么泼妇的事儿。我没有推他。你还敢狡辩？婉之如果因为你受伤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景深，你别怪青音，是我让他冲我来的。如果这能让青音不再生你的气，那我再痛都值得。你看看，婉之伤成这样还在替你说话，再看看你的行为，多上不得台面。你既然不信我，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你景深，别再追究了。你说过不让任何人再欺负我的，现在除了青音，确实没人欺负我了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是我食言了，我说过不让任何人欺负你，我没做到。怎么样？还好，不严重。这么多人看着我，你是我老婆，你脚崴了，我抱你，天经地义。你怎么出去这么久？这样好点吗？你从哪儿弄来的冰？你是不是跑了很多地方？还好，你是舞蹈演员，什么都比不上你的脚重要。从前我不小心扭伤脚，你跑遍大半个城都要买来冰块给我冰敷，可如今害我受伤的就是你。青叶，你景深，血越流越多了，我好害怕，会不会死啊？徐青音，这次是给你的教训，以后不许再招惹婉之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傅景深，你既然已经彻底忘了你的承诺，那确实没有再继续的理由了。我今晚有事，不回去吃了。本来也没做你的。我话还没说完，你挂什么电话？要吃饭。那我后来打了好几通，你为什么不接？收拾衣服，顾不上。衣服不用你收拾，婉之已经帮我收拾好了。我不是给你收拾，是给我自己。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，我1个月后要出。景深，你怎么还没回来？豆豆等你哄她睡觉呢。我的事永远比不上唐婉之的事重。算了，再过20天，你就会知道我要出国了。我马上回去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收到了斯卡。算了，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就没必要说了。我回来只是拿漏下的文件，婉之和豆豆还在等我。婉之一向喜欢到处看看，
之前为了登上斯卡拉大舞台又吃了那么多苦，我带他去是应该的。你注意点，别又乱吃醋。景深，等你有空了，我们出去走走好不好？下次吧，最近团里事儿多。我想出去走走的时候，你总说下次，现在再也没有下次。指导员，我回来了。青音，你回来的正好，你的离婚申请书下来了，只要副团长签了字就生效了。不过，副团长知道你们有孩子了吗？他会签字吗？你们刚刚在说什么？你们刚才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随口闲聊。景深，你还是先把咱们去京师的事确定下来吧。副团长，唐婉之同志也要去京师。这次调研跟几位领导聊了一下，他们这个月会来看咱们团的文艺汇演，到时候从咱们团里选出一个参加京师的跨年演出，跳得好还有可能当领舞。我考虑过了，这个名额给婉之，我先把她推荐给领导，让她先有个全国露面的机会，这对她以后继续冲刺斯卡拉大剧院也有帮助。这次名额只有一个，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推荐你。京市演出的机会我不需要，斯卡拉大剧院我会靠自己去，至于以后，我和你没有以后了，那就让唐婉之好好表现吧。青音，你心里要是有什么话就说出来，别憋着，回头要是找京深的不痛快，又或者我们走了你再抱怨，对景深影响也不好。你有什么话现在就说。这样吧，我写一份声明，声明这次文艺汇演的表现机会是我让给唐婉之的，有了白纸黑字，以后谁也挑不出毛病。这倒是个办法。一式3份，一份我自留，一份你们带走，还有一份留给指导员存档，签字吧。妈妈，我好困，我要富爸爸哄睡觉。景深，豆豆困了，你快签了吧。豆豆乖，再坚持一会儿，爸爸马上就好。走，带豆豆回去睡觉。指导员，他签完了，麻烦您盖章。你们的离婚申请正式生效。等最后一次演出结束，我就要彻底离开了。指导员，你怎么来了？青音，晚上招待所，团里一起吃个饭。怎么突然要吃饭？这不是马上文艺汇演了吗？大领导要来视察，大家伙聚一聚打打气，你也来，正好也当是给你送行了。好，我去。你们发现没有？青音姐最近跟副团长都不一起露面了。可不是嘛！你看现在副团长眼里哪还有别人，整天带着唐婉之进进出出的。青音姐当初多风光啊！副团长亲自上台求婚，领舞位置一待就是3年，谁能想到今天领舞的位置说换就得换了？这回文艺汇演的表现机会也给了唐婉之，青音姐以后在团里怕是没什么出头之日了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，路上耽搁了。京深是为了帮我接豆豆才耽误的，还请大家见谅。没事儿，菜刚好上齐。副团长，你们快坐。
人到齐了，今天这顿饭我长话短说。首先是为了咱们团的文艺汇演加把火鼓鼓劲儿，其次也是为了给青音践行。今天这顿饭我长话短说，首先是为了咱们团的文艺汇演加把火鼓鼓劲儿，其次也是为了给青音践行。指导员放心，团长放心，这回文艺汇演咱们团肯定好好表现，绝不在大领导面前出岔子。就是，咱们团什么时候给您丢过人？副团长好不容易把大领导请来视察，咱们肯定拿出最好的状态。这次文艺汇演应该是跟这些人最后一次跳舞了，确实该好好表现。景深，你多吃点，最近忙调研和汇演的事儿，你都没好好吃过一顿饭。你最近练舞也辛苦了，豆豆，多吃点肉，长身体。谢谢富爸爸。多吃点这个，你最爱吃的。青音，你一直是咱们团最优秀的，现在手续都办齐了，等你定了走的日子，说一声，我去送你。谢谢指导员，辛苦您了。到了国外好好跳，在斯卡拉大剧院给咱团争光。青音，你要出国，还是斯卡拉大剧院？青音，你要出国？出国？去哪儿啊？我听他们提到了斯卡拉大剧院，那可是全世界舞者的最高殿堂，不是说唐婉之要去吗？许青音，你说话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想出去看看。我想起来了，你之前说去京师办手续，你是准备出国散散心，对不对？我那是……哦，我明白了。青音，你刚刚跟指导员那么说，是不是因为生景深的气，故意演给他看，想让他着急啊？许青音，你又在闹什么脾气？不是，这件事其实是……指导员，你也太不地道了，开这种玩笑也不提前说一声。唐婉之同志，你等会儿您可得自罚3杯啊！瞧把我们都给骗过去了。指导员，我先走了。你闹够了没有？秦音，现在走什么呀？大家都被你跟指导员这事儿闹得够呛。你和指导员不如先把话说开，再陪大家喝几杯，算是赔个不是。我喝不了酒。那不喝酒也行。那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，好不好？那我替大家问了，你打算跟景深一起待到哪一天啊？文艺汇演那天。文艺汇演那天，我会告诉你答案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青音姐要说文艺汇演那天她要走呢。就是，不过秦音姐怎么可能舍得副团长嘛？原来是话没说完啊！秦音姐文艺汇演那天要告诉副团长的，肯定是他们要共度一辈子啊！来，虚惊一场，咱们再喝一个。以后说话说清楚点，别一惊一乍的。说清楚。好，那我……妈妈，富爸爸。没事，豆豆不哭，富爸爸在呢。真对不起，这孩子太毛手毛脚了。景深，要不我先带他回去换衣服。我送你们回去。这不好吧？大家还没吃完呢。行了，今天也吃的差不多了，都散了吧。青音，你……我没事。下雪了，今年第一场雪。听说第一场雪许愿特别灵，大家快许愿啊！我希望景深所有的愿望都能成真。哪有人替别人许愿的？可你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人啊！你对我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人。别说，他们仨站在一起，还真像一家3口。是啊，要不是知道副团长和青音姐才是一家人，我都想当场祝福他们了。是。
他们才像是一家三口。傅景深，你大概从没把我当过家人吧？景深，下雪了，今年的第一场雪。我听说第一场雪的时候许愿特别灵，我们一起许个愿吧。幼稚。就一会儿，很快的。我不信这些，走了，回去还要看文件。我许愿，自己前途似锦，不为旧事所困。景深，青音好像心情不太好，你要不要去哄哄她？你就是太善良了，他都那么对你了，你还替他说话。上次跌倒的事我已经不生气了，往后我还是想跟他好好相处的。你快去追他吧。他今天一天都不对劲儿，我懒得一直惯着他。那好吧，你不去哄，我去哄哄他。正好，我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。青音，等一下，给你个惊喜。许青音同志，这次受伤除了有臀部挫伤，你还有先兆流产的迹象，后续一定要注意休息，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。人血，给你个惊喜，怎么能恶毒成这样？医生，孩子会受到影响吗？保胎针已经打了，孩子现在情况是稳定的，但孕期很多药都不能用，剩下的得靠你自己的身体慢慢调节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好休息，别再有大的情绪波动。这次是我没照顾好你。婉芝她也知道错了，她没想到跟你玩砸雪球时你会突然摔倒。她和豆豆一起给你画了幅画道歉，她真的很愧疚。你这摔伤也不严重，养几天就好了，你就原谅她吧。不严重，傅景深，你知不知道我差点……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别怪精神。我没想到跟你玩砸雪球你会摔倒，你要怪就怪我，都是我的错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许青音，你过分了。我过分？不是你要道歉吗？行，那你就去受一样的伤。青音，我每天都要练。许青音，我……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恶毒了？对，我就是恶毒，不按我说的做，就滚出去。我曾以为傅景深是命运馈赠给我的爱人，从始至终，只有我一个人把这段感情当真了。青音，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指导员，您说。你看，这马上就要文艺汇演了，团里新来了一批小同志，基本功还不太扎实。你能不能走之前再给他们上最后一堂课，就当是给咱们团留个念想。出国的事，傅景深迟早也会知道。比起这个，给新团员分享经验更重要。好，那我这就去安排。明天下午咱们排练厅，我把人都叫齐。今天的课让婉芝来上。婉芝接下来是咱们团的领舞，尤其这批新来的团员，以后都要跟着她排练，让她来上这堂课更合适。谢谢。景深，谢谢你。已经很多年没人给过我这样的机会了，是你让我重拾了信心。
傅景深，你错过了最后一次得知真相的机会。再见，青音，指导员让你去小山坡找他。后山的小山坡？对，应该是有事，让你快过去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指导员，刘指导员，是你把我骗来的，你想做什么？我就想问问。你是不是怀孕了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景深把授课机会给我，以后还要陪同我登上斯卡拉大剧院，说明他爱的是我。你迟早会被他抛弃。识相的话，你最好自己滚远点。说完了。走什么？我今天不仅叫了你，还叫了景深过来。你根本不配怀景深的孩子，去死吧！不要，青音不要啊！青音，青音，再坚持一下！景深，我好害怕，好疼。你送我去卫生院好不好？徐青音，你别装了。你明知道我说过不许任何人欺负婉之，你竟然还变本加厉。我没有，我好疼。你先送我去卫生所。无规矩不成方圆，你做错了事就要接受惩罚，你自己想办法去卫生所。医生，救命！你流产了，快来人！对不起，孩子，妈妈没保护好你。我们说好了，下次你还来找我，好吗？你回来了。我知道我这次对你是严厉了些，但也是为了你好，希望你以后不要这么骄纵。这样吧，你不是喜欢孩子吗？等我调到总部，尽快把你也调过去，我们也要一个孩子。我们之间的孩子已经没了，我们也不会再有孩子了。青音，我就知道你是理解我的。还有件事儿，这次文艺汇演，婉之觉得一个节目不够，反正你之前也答应了把表现机会让给他，你现在又受了伤，也跳不了舞，不如直接把你编的舞也给他。你知道我编的是什么舞吗？就让我给他。什么舞不重要，只要领导看了高兴，婉之就更有可能拿到京市年终晚会的领舞机会，发展也能更好。原来是为了唐婉之，才哄我说要生孩子。好，那你先收拾，我去看婉之排练，晚饭你去外面吃吧。傅景深，最后这支舞本来是我为你编的，想给我们之间一个收尾。如今，你、舞、领舞的位置，我都不要了。景深，我好看吗？好看。
下面请欣赏由唐婉之同志带来的自编舞曲目《连理枝》。青音编的舞叫《连理枝》，你怎么没告诉我？名不重要，你不是已经让他把这支舞的表演机会让给我了吗？我上台了，你在台下好好看。这舞蹈的一幕幕，怎么这么像我们的相识、相知、相爱？许静音同志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怎么会这么难受？再见，傅景深，我要奔向新的生活了。景深，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我们这辈子一定会一直在一起的吧？景深，我以后一定要把我们的爱情放在舞台上，让所有人见证。连理枝，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我喜欢比翼双飞，他就编了连理枝，表达对我满意的爱。感谢唐婉之同志的精彩演出，下面请欣赏下一个节目。青音为什么会编这样一支舞不告诉我，还这样轻易地让给了婉之？我一定要当面找他问清楚。景深，我跳的怎么样？青音呢？他没在这儿吗？许青音，他没来过啊，你找他干嘛？景深，你别走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景深，自从我回来之后，一直在找机会跟你复合，可是你每次都拒绝我，就连在我那儿过夜，也只是为了陪豆豆。你甚至从来都不肯吻我一下。但我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，你只是还在气我当年不辞而别，选了别人。你刚刚看我跳连理枝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我都看到了，你都看入了迷，看直了眼了。景深，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你离开那个替身吧，我们以后好好在一起，我会珍惜你的。婉之，你想多了。我是说过把你当家人，照顾你和豆豆，但也就仅此而已了。我们之间不可能再有男女之情了。景深，你别自欺欺人了，你明明还是爱我爱得无法自拔。你都不知道我刚刚跳舞时，你看我的眼神有多深情。深情？可我当时看着你，脑子里想的全是青音。原来我早就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许青音，只是自己不知道。景深，你说什么呢？连理枝这支舞演绎的是我和青音的爱情故事，我也正是因此才动容，发现我爱的一直是青音。不是这样的，你说过的，他只是我的替身。也许一开始是，但现在我爱他。我不信，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之前对我那么好，怎么可能会突然爱上许青音？之前是我没意识到自己的心意，让青音受了不少委屈，但好在还有机会，我还可以好好弥补她，好好爱她。不是的，景深，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，你才会这样？你
没错，是我错了，是我爱上了青音却不自知。不，你还是爱我的。你明明把领舞的机会让给了我。那是因为看你可怜，看你一个人带着豆豆不容易。那你还说要推荐我去总部参加跨年晚会。抱歉，这件事儿我反悔了。青音的舞蹈功底很强，这次的京市推荐名额，我会把青音也报上去，到时候让领导们自己选。不管最后是谁去京市，我都会安排好，但你和我之间到此为止。别走，景深，你别走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婉之，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找到青音，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。看到许青音了吗？没看到啊，团长。都不在，他一定在家。青音。青音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青音，怀孕了。大夫，你是说我没有生育能力了？你这种情况生育是比较困难，但也不能说完全没希望。放宽心，说不定奇迹就出现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我怀孕了？为什么要打掉孩子？他明明知道我生育有多困难，我没允许他，他怎么敢私自打掉孩子？12月17。徐青音，你别装了。我好疼，你先送我去卫生所。无规矩不成方圆，你做错了事就要接受惩罚，你自己想办法去卫生所。是他从山坡上摔下去的那天，难道他是不满我救了婉之，一气之下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？医生，怎么回事？我爱人好端端的，为什么会流产？副团长，这件事儿您现在才知道吗？什么意思？您爱人第一次摔伤住院，就已经有先兆流产的迹象了。第一次住院？你这摔伤也不严重。我没想到跟你玩砸雪球你会摔倒。原来那一次他是真的受伤了，早就有了先兆流产迹象。第二次坠落山下，摔伤更是严重。他一个人硬撑着走了那么远才到医院，又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，导致宫内感染大出血，我们才不得已给他做了清宫流产手术。
坠下山崖那次，是因为他一个人走到医院才错过了抢救时间。第二次坠落山崖，如果第一时间就送您爱人来医院，也还是有可能保住孩子。是，虽然经历过一次摔伤，但是您爱人身体素质很好，即便是天天练武，也没影响过胎儿。这胎原本是很稳健的。是我亲手害死了我唯一的孩子。副团长，你怎么了？副团长，你怎么了？原来许晴音早就给过我契机，原来那是个无比坚强的宝宝，原来只要再早点送到医院，孩子就能保住。是我亲手毁了这一切，毁了他给我的奇迹。副团长，您现在的状况……秦毅，你是在怪我吗？我错了，我后悔了，我现在明白自己的心意了，我以后一定会全心全意爱你，我们一定会再孕育一个自己的奇迹。秦毅，你在哪？指导员，对，刘指导员，他肯定知道他在哪儿，他一定知道。开门！指导员，开门！副团长，大半夜的有什么事儿？指导员，你知道秦音在哪儿吗？你一定知道。小许他申请离开文工团了，算算时间，应该是今晚的火车，车早就走了。什么？离开文工团？他没说过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他怎么不跟我这个丈夫说一声？你们已经离婚了啊！强制离婚申请书批下来，你亲手签的字，我亲手给你盖的章，怎么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亲手签的离婚申请书。对啊，就在我办公室里签的。当时青音把3份文件摞在桌上，你拿起笔就签了，我看得真真切切。这样吧，我写一份声明，声明这次文艺汇演的表现机会是我让给唐婉之的，有了白纸黑字，以后谁也挑不出毛病。一式3份，1份我自留，1份你们带走，还有1份留给指导员存档，签字吧。妈妈，我好困，我要富爸爸哄睡觉。景深，豆豆困了，你快签了吧。豆豆乖，再坚持一会儿，爸爸马上就好。走。那份声明里夹着离婚申请书。是离婚协议书，我真的跟他离婚了。秦音，永远不要离开我。秦音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时隔半月，这次是真的回到京师了。上次回来匆忙，没敢去见爸妈，现在得面对了。青音，路上累不累？思邈哥，你不是在国外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出国10年，想回来看看了。正好你第一次出国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我不放心。你是特意为了接我才回来的？走吧，你累了一路，先送你回家。
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就好，瘦了。当初你说要嫁到淮海去，我和你妈都不同意。你说那边有更好的发展机会，我们才点头的。可你嫁过去3年，受了一肚子委屈。叔叔，秦音现在要到斯卡拉大剧院去了，那是全世界最好的舞台，她会越来越好的。思苗，你费心了，大老远跑回来接她。阿姨，您别这么说，青音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他一句我的事说的那么自然，可傅景深3年了，从没觉得我的事与他有关。淮海那个人，那段过去，该彻底放下了。指导员，青音到底去哪儿了？你就告诉我吧。副团长，我只知道他被斯卡拉剧院录取了，至于他现在人在哪儿，我是真不知道。我这里只是办手续，至于他每一步怎么走，那都要看小许自己。真的？那当初青音要出国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包括他跟我离婚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作为指导员也有义务跟我说。副团长，你忘了吗？我提过的。那天在招待所聚餐的时候，我是打算给青音办欢送会的，可我没来得及把话说完，就被老团员和唐婉之给打断了。我只是一个指导员，只负责办手续。你们夫妻之间的事儿，我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越过小徐去通知你。上次青音说她要去京师，是不是就在为出国做准备？指导员，你在这个位置到底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？你说出来。副团长，你不用拿这些话来压我。按照规定，离开文工团只需要本人来申请。青音的申请完全符合流程。青音跟我离婚，我根本不知道。强制离婚，规定一方申请，双方签字即可完成所有流程，程序也都是合规的。那他为什么要去斯卡拉大剧院？他到底是什么时候被录取的？是不是有人帮他联系？你作为她的丈夫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副团长，你爱人跑了，责怪我一个指导员没尽到义务。那你扪心自问，你尽到丈夫的义务了吗？我怎么没尽到义务？这就要问你自己了，副团长。青音，婉之曾经差一点点就登上斯卡拉大剧院的舞台。从今天起，你把领舞的资格让给婉之。哈，斯卡拉大剧院只招揽过1位国人，那明明……他那个时候应该就已经收到斯卡拉大剧院的录取通知了吧？衣服不用你收拾，婉之已经帮我收拾好了。我不是给你收拾，是给我自己。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，我1个月后要出国。景深，你怎么还没回来？豆豆等你哄她睡觉呢。我的事永远比不上唐婉之的事重。算了，再过20天，你就会知道我要出国了。我马上回去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收到了斯卡。算了，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就没必要说了。我回来只是拿漏下的文件，婉之和豆豆还在等我。婉之一向喜欢到处看看，之前为了登上斯卡拉大舞台又吃了那么多苦，我带她去是应该的。你注意点，别又乱吃醋。她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跟我说这件事，可我呢，我听都不想听。指导员，你真的不知道青音去哪儿了吗？我一定要在她出国前找到她。我真不知道，而且唐婉之同志代表我们团去京市参加跨年晚会，再过几天就要启程了。您作为团长，得亲自送一趟。让他自己去。副团长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去京市一趟，可是跟总部的大领导们联络的好机会。我要去找青音，就算是全国地去找，也一定要找到她。指导员，能借你这儿的电话用一下吗？我给我家老爷子打个电话。爸，这次我不去京市了，京市的那些大领导你也不用帮我引荐了。什么？这次见面对你的晋升有大用，你为什么不来？我要去找青音。你疯了！这次去京市表现得好，你很有可能调去京市总部。要是错过了，下次调动机会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爸，人这一辈子，事业可以从头再来，但是爱人一旦错过，就是一辈子的错过。等等，景深，你忘了，许青音她父母
在京市，他很可能回娘家。我怎么把这儿忘了？爸，谢谢你。不过没找到青音前，我还是不会回团里报道。你，对不起，等我找到青音，再向您负荆请罪。景深，富爸爸，你去哪儿了？这2天你不哄我睡觉，豆豆都不敢睡觉了。豆豆，以后叫我叔叔，只有我和许阿姨的孩子才能叫我爸爸，别叫错了。景深，你不管我们了吗？我要去找青音了。豆豆，你没事吧？许晴英只是我的替身，她都流产了，再也威胁不到我了才对。为什么景深还要去找她？景深一定是在生我的气，气我当年赌气嫁给了别人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等着吧，我一定会把景深抢回来，绝不会给许晴英一点机会。阿姨，跟您打听个人，许青音家是住这儿吗？你找许家闺女啊？她刚回来没几天，往前走第3个门，门口有棵石榴树的就是。谢谢您。青音，你这是要出门？对，思淼哥约我一起吃晚饭。青音啊，妈跟你说，思淼这孩子，我看着他长大，知根知底。你爸当年和他爸是战友，2家是世交，我们还说以后要结亲家呢。后来他们家出了国，这事儿才搁下了。妈，你听妈说完，思淼对你是真的上心，人家为了你专程从国外飞回来。妈，我知道思淼哥对我好，可我刚刚结束一段婚姻，不想这么快。怎么就不能快了？那个傅景深对不起你，你还想再被他耽误几年？女人一辈子能有几年好光景？阿姨，您别逼他，感情的事急不来。青音，你不用有压力，我不会强求你什么。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，我都在。思淼哥，谢谢你。走吧，晚上我带你去吃城南那家涮羊肉，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家的。我跟老板打听过了，还在老地方开着。你还记得那家？你的事儿我都记得。你不爱吃香菜，吃辣容易上火，涮羊肉喜欢配芝麻酱，而不是韭菜花。青音，青音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找来干什么？青音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以为你只是替身，可不知不觉中我早就爱上了你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找你，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爱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，我不会跟你回去。他已经拒绝了，你听不到吗？你是谁？跟你无关。思淼哥，我们走。别走，以前是我忽视了你，是我做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傅景深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我们可以复婚。不可能了，你放下吧。青音，你为什么这么狠心？你告诉我，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肯原谅我？你说，只要你开口，我一定做到。除非你让我的孩子完好无损的回来。青音，我也希望孩子好好的，
可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你怀孕了，我更没想到你会因为和唐婉之争吵从山坡上滚下去。要是我当时知道……你到现在还觉得我滚下山坡是我自己的问题？什么意思？难道不是？算了，随你怎么想吧。寺庙哥，我们走。青音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孩子我们以后还会再有的，以后领舞的机会我也都给你，再也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了。够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儿轮得到你插手？我是青音的追求者。追求青音？行啊，那先跟我比一场。打赢了我才有资格追她，打不赢就滚远点。我不比。青音，你看到了吗？他就是个孬种，连跟我打一架都不敢，对你根本不是真心的。我不是不敢打，青音不是物品，不是谁打赢了就能获得她。她是人，有她自己的思想，她喜欢谁才会跟谁在一起。但是你曾经那么欺负她。我早就想打你很久了。住手！住手！青音，你别担心我。寺庙哥，为了他这种人惹上麻烦，不值当。傅景深，你回去吧，别再来找我了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青音，我不等到你来见我，我绝不离开。青音，爸妈，这么多年，我们只在结婚的时候见过一面，过年过节从不上门，也不联系。我还以为你不知道青音有我这个妈呢。妈，是我的错，这几年团里事儿多，我太忙了，一直没怎么回过京师，也没顾上陪青音来看望二老，对不起。道歉就免了，你们已经离婚了，青音也快要开始新的生活了。副团长，你注意分寸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爸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这次就是来找青音复婚的。青音她回家了吗？求你们让我见她一面。青音不想见你，回去吧，副团长。妈，你求求你让我再见青音一面。你做出这副样子给谁看？青音不在家，因为你在这儿死守纠缠，她去招待所住了，这几天都不会回来。副团长，你走吧，别在这儿守着了。爸妈，你们能告诉我他在哪个招待所吗？你们不说，那我就一直等。我就住最近的招待所，一天等不到我等2天，2天等不到我等1个月，我一定能等到他。婉之姐，你怎么突然来找我了？景深他抛下我和豆豆，跑去京师找许青音了。他不告诉我他在哪儿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才来找你帮忙。他最疼你这个妹妹了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婉之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。我哥为了那个替身，连大好的前途都不要了。我爸这几天被气得不行。那个替身还真是贱，可不只是贱，还上不得台面，就是个红颜祸水，不能让他再祸害我哥了。是啊，我这样做也是不想让景深为了他自毁前途。婉之姐，我从来就没把许青音当过嫂子，我心里认可的嫂子只有你一个。我希望你嫁给我哥，这样咱们就亲上加亲了。那就辛苦你帮忙了，只要能联系上景深，我一定能拿下他。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要到我哥的地址。
傅景深，你一定是我的。锦绣没有骗我，青音真的来找我了。青音，对不起，这些天我真的很想你。唐婉之，怎么是你？你为什么假扮成青音的样子？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。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我现在爱的人是青音，你怎么就是听不进去？糟了，我的菜！就像那锅菜，原本应该很香的，可糊了就是糊了，回不去。可以挽救的，我再做一份。有些事儿一旦发生了变质了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可以回去的，我们再试试。曾几何时，我把你当圣洁女神，我们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。可长大后，你突然就跑了，跟一个流浪诗人私奔了，多浪漫啊！回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个孩子，把什么都给了别的男人。那是年轻不懂事，景深，我还是爱你的。你以前说过把我当珍宝的，你忘了吗？我曾经的珍宝已经碎了，你不再是我小心翼翼爱着的唐婉之，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现在最爱的是青音，只是我把她弄丢了。不，我不信！你刚刚明明抱了我，抱得那么紧，唐婉那么用力。之，要不是你假扮成青音的样子，我怎么会抱你？你知道的，我有洁癖，别人碰过的，我不会再要了。所以你是在嫌弃我，嫌弃我有过感情，生过孩子。可是我没有结婚啊！我现在跟你结婚，我还是头婚。你呢？你离了婚再结婚就是二婚。我第一次嫁人配你二婚，我有什么配不上你的？跟这些没有关系，婉之，你就算是仙女，我也不会再喜欢你，因为你不是许青音，我只会和许青音复婚。你放过我吧，好吗？许青音她有什么好的？她又没家世，又没背景。够了！你给我闭嘴！不够，只有我才是最爱你的。你为什么要喜欢上他？他明明就是个贱人，他的孩子都没了，你为什么还……你怎么知道她的孩子没了？你什么时候知道她怀孕的？我是听团里的人说的，青音流产住院的事儿，文工团里早就传开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团里的人，谁说的？好多人都在说呢，我记不清是谁先提的了。景深，青音流产我也很难过，同为女人，我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别再追问了，不如放下吧。你真的不知道别的了？真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景深，别再纠结了，放下吧。你走吧，我想自己静静。好，那我明天再来看你。刘指导员，我有件事想拜托你。当初青音跌落山崖的事情，请你再帮我查查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。我送你回招待所。寺庙哥，你以后别再每天来陪我了，太耽误你时间了。我回国就是为了你，陪你就是最大的事儿。你最近心情好点了吗？好了很多。青音，你一直住在外面也不是办法，你要是担心回去碰上他，我可以陪你一起回去。我不是不敢回去，我已经彻底放下他了，我只是不想见到他又生出一堆麻烦来。有什么麻烦，我愿意跟你一起面对。青音，既然你已经彻底放下他了，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，给我一个追求你、保护你的机会？我会一辈子去珍惜这个机会。青音，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寺庙哥，我
我有一段失败的婚姻。那不是你的问题。我们原本一起长大，是我出国把你弄丢了。这一回，我不会再弄丢你了。可是你不用为难，不答应也没事，那是你的自由。不过我会继续等，等到你同意为止。你小时候教过我的，还记得吗？编一只兔子，揪一下耳朵就会抖。真希望你每天都能这么开心。原来，一段错误的爱情让人沉沦深陷，越来越糟。而爱着和被爱着的自己是自由的，是幸福的。爱是沉沦，亦是自由。现在，我愿意做自己，遵从内心去做决定。还好他不在，不然又要和他纠缠半天。秦音，你们这是？叔叔阿姨，我和青音在一起了。好，好。你们俩从小就一起长大，你爸和你周叔叔当年还给你们定了娃娃亲。如今能走到一起，也算是修成正果，缘分啊。思淼，青音交给你，我们放心。叔叔阿姨，我已经给我爸妈打过电话了，他们想尽快回国跟你们见个面，也正式见见青音。你父母在国外那么远，来回一趟太折腾了。青音不久后也要出国去斯卡拉大剧院了，到时候让他去拜访你父母也是一样的。其实是因为我跟思淼哥要订婚了。订婚？我也是想让爸妈回来参加订婚宴。青音在国内有这么多亲朋好友，我们想让更多人见证这个时刻，所以先在国内办一场订婚宴。太好了，青音，你终于找到值得托付的人了，爸替你高兴。爸，锦绣，你们怎么来京师了？瞧你这点出息，为了一个女人跑到京师来，把自己弄成什么样子了？哥，不是我说你，那个许青音到底有什么好，让你这么念念不忘？你给我闭嘴！谁允许你私自把我的住址给唐婉之的？我做的有什么不对？你为了许青音连大好的前途都不要了，我是为了你好。我怎样，关你什么事？许青音不过是个替身，你为了一个替身抛弃原主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够了！许青音不是替身，你要是再敢这么说她，就给我出去！傅景深，你妹妹说错什么了？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为了一个女人连工作都不管了，将来能有什么出息？你现在就收拾东西，跟我回去重新开始工作。爸，我要是得不到青衣的原谅，我不会回去的。既然你现在不打算回去，那也行，你先留在京师，跟我去参加文工团总领导女儿的订婚宴。你们来京师就是为了这个？许家？许家？哼，许团长是我退下来那一年上任的，我都没见过。你这些年又一直窝在淮海那个小地方，也没机会跟总部的领导打交道。但许家是真正的清流，人脉极广。你虽然错过了之前的学习机会，但要是能借着这场订婚宴，直接跟许家搭上关系，对你将来大有好处。说起来，当年我还想过让你跟许家的女儿结亲呢，可惜一直没机会见上面。后来隐约听说，他们家女儿远嫁到外地了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现在看来，可能是我当初听错了。远嫁到外地，又姓许，难道……哥，你不会想说许青音吧？不可能，你别想多了。跟许家订婚的是这些年一直在海外发展的周家公子，听说人家周公子年轻有为，一表人才。许青音有什么资格跟那样的人在一起？
就连许家的女儿，估计都是使了什么手段，才能勾引上国外的周公子。锦绣，注意你的言辞，这些话你在家说说也就罢了，明天到了许家，半个字都不许往外说。现在许家势最大，得罪了许家，你哥，咱们傅家的前程全得砸在你嘴上。知道了，爸。还有你景深，你最近沉迷许清音的事儿，咱们家被许家和周家断了合作和人脉，你都不知道吧？怎么回事？周家不是一直在国外吗？怎么还断了咱们国内的人脉？我也不清楚，但周家不仅在艺术领域有极高的造诣，在商界势力也不容忽视。这次联姻，许家和周家强强联手，往后在京师的地位只会更稳固。我们这次参加订婚宴，一定要在喜宴上重新跟许家接上关系，渡过这个难关。确实得去，我要看看这个许家到底跟青音有没有关系。哥，你发癔症了吧？许清音一个普通职工家庭出来的，她也配跟许家有关系？你给我闭嘴！你要是再敢这么说青音，别怪我跟你翻脸。不说就不说，我就是不明白她到底有什么好的。天下好女人那么多，你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？景深，这事过去那么久了，该翻篇再找一个了。对啊，哥，这次宴会别人都是成双成对的，我也给你找了个伴。不需要，人都来了，就在招待所楼下，你就见见嘛。我说了，不需要。这件事儿我也是同意的。你堂堂傅家大少爷，整天为了一个女人死去活来，传出去都让人笑话。锦绣，把人带进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咱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锦绣，把他送走。哥，你以前不是喜欢婉之姐吗？现在怎么这么不待见她？要不是她，我跟青怡不会有那么多误会，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景深，我对你确实还有感情，回来这段时间也确实多亏你照顾，但我从来没想过要破坏你们啊。对啊，许清音要跟你分开，又不全是婉之姐的错。我找婉之姐来就是想帮你走出来。谁让你擅作主张了？我不需要。景深，实在不行，在你挽回青音之前，你就把我当成她的替身，只要能陪在你身边，帮你度过这段最难熬的时期，我就知足了。你看看，多好的女人！别犹豫了，这事儿听我的，明天婉之陪你去参加订婚宴。爸，就这么定了。不愧是底蕴悠久的许家，能在京市最好的招待所办订婚宴，真是气派。婉之姐，你打扮得多好看啊！快挽着我哥，你今天可是他的女伴。不必了。这里离青音家很近，爸，许家的千金叫什么名字？没打听过，不知道。有没有可能就是许青音？哥，你真是魔怔了！她要真是京市许家的女儿，当初会不说？你们在淮海结婚的时候，她爸妈也没提过任何身份，还没办点架子，像是文工团最大的领导吗？更何况，他们要真是文工团大领导，为什么不帮你这女婿调动？哥，你清醒点吧！景深，锦绣说的对，现在关键的是傅家怎么渡过难关，我们必须搭上周公子这条线。走，跟我去见王总，他可以帮我们牵线搭桥。景深还是不肯再接纳我。婉之姐，你放心，我哥他只是需要点时间，在我心里，你才是我唯一的嫂嫂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景深和许清音结婚时他送她的价值10万的翡翠手镯吗？我真的能戴？这就是我哥让我给你的。许清音怎么配跟你争？
青音，这是我们周家给儿媳的玉镯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这是你们家祖传的老坑玻璃种帝王绿手镯，这可得值上千万了吧？阿姨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你是我们周家认定的儿媳，这就是给你的，收下吧。谢谢叔叔阿姨。青音，我们得先下去招待宾客了。思苗，也有不少人为了你们订婚远道而来，跟我下去打打招呼。青音，我很快就回来，你如果在楼上待得闷，就下楼走走。哇，这是谁家的小姐？这么漂亮，而且还有气质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的。许清音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们都能在这儿，我凭什么不能？我们是许家和周家请来的贵宾，跟你这种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可不一样。混进来？我明明是这场订婚宴的。如果你是来这场订婚宴上找景深的，那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景深身边现在已经有我了，看到了吗？这个手镯，景深送给我了。那就恭喜你得偿所愿了。你是真心的吗？不会是嫉妒吧？我嫉妒你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可怜。男人是我不要的，手镯也是我戴过的，有什么值得嫉妒？你却还为此得意成这样。你，这里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这是帝王绿？不可能！我手上这只翡翠手镯都10万了，帝王绿得值多少钱？对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老坑玻璃种帝王绿手镯只有周公子才有，他手上的绝对是假的。对，绝对是假的。许清音，你还真是虚荣，为了显示跟我哥离婚后过得好，竟然戴个假手镯来充场面。这不是假的，这就是帝王绿手镯。够了，锦绣都说了，这帝王绿只有周公子才有，难道你要说这是周公子送你的？周公子就算要送，也是送他未婚妻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周公子未婚妻也姓许，不会真是他吧？不可能！她就是个普通职工家庭，怎么可能是许团长家的女儿？她手上的一定是假的，而且她身上这件礼服一看就是租来的，打扮的这么花枝招展，不就是为了我哥来的？要是景深看到她，我就更没有机会了。许清音，你可真是下贱！明明都离开景深了，为什么还要出现在这儿？我不是为了他来这儿的。你不是为了他，还是为了谁？赶紧给我滚出这场宴会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让我离开这儿？唐婉之，你之前做的那些事，我可都记得。我们的账慢慢算。你不过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在这儿装什么千金大小姐，还敢威胁婉之姐？你这就给我滚！还给我！这么紧张，这手镯不会是什么老男人送的吧？怪不得今天打扮的这么贵气，原来是傍上了老男人。也不知道我哥当初怎么瞎了眼，看上你这种下贱的女人。把嘴巴放干净点，傅锦绣，你们心脏嘴也脏，别把谁都想得跟你们一样。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为什么不敢？你抢走我未婚夫一家送我的祖传手镯，赶紧马上还给我。若是磕了碰了，你们赔不起。赔不起？不就是个地摊货吗？想让我把这地摊货还你，那就给我跪下。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，就敢让我跪下？真不怕我跟你们清算吗？一个普通职工家庭出来的，因为老男人送的地摊货就敢威胁你，直接砸了算了。你们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青音，这是我们周家给儿媳的玉镯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
这是你们家祖传的老坑玻璃种帝王绿手镯，这可得值上千万了吧？阿姨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你是我们周家认定的儿媳，这就是给你的，收下吧。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？哼，不就是砸了个地摊货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一看就不值几个钱，大不了我赔你就是了。不值钱，地摊货，这是老坑玻璃种帝王绿，是周家世世代代传给儿媳的祖传手镯，价值千万。许青音，你编故事也不编得靠谱些，价值千万的手镯戴在你手上，你要是能有千万的手镯，那我耳朵上挂的就是上亿的钻石了，还敢让我们赔偿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锦绣，我们把他带出去，好好教训教训他。放开我！许金烟，你敢打我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！青音，你也在这儿？哥！怎么，来给你太太撑腰？什么太太？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啊。唐婉之不是你太太吗？我跟唐婉之什么关系都没有。那她手上戴的手镯是什么？这手镯怎么会在你手上？这不是你送我的吗？这是我结婚的时候送给青音的，怎么可能送给你？摘下来！傅景深，你没必要在我面前演戏。我没有演戏，青音，我跟他真的什么都没有。这手镯你到底从哪儿来的？说！这不是你让锦绣送给我的吗？让我带着这个陪你一起参加许家千金和周公子的订婚宴。是你给的？是我给的。哥，你不是跟许青烟离婚了，要跟婉之姐在一起吗？我这么做有什么错？我说过了，我跟唐婉之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听不懂吗？摘下来！青音，你看到了，我跟唐婉之真的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你们之间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。傅景深，你不要再纠缠我了。许青烟，你凭什么这么跟我哥说话？我哥低声下气的求你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是他要缠着我，我跟他能有什么可说的？只有该给的赔偿。傅景深，你妹妹摔碎了我的镯子，打算怎么赔？怎么回事？就是个地摊货，我摔了就摔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说了，这是价值千万的帝王绿玉镯，你竟然还敢说是地摊货！许青音，你别在这讹人了。你一个普通职工家庭出来的，怎么可能戴得起千万的镯子？编故事也要有个限度。青音，锦绣确实不懂事，砸碎了你的玉镯，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。但是一个镯子价值千万。傅景深，你觉得我在讹他是吗？哥，你看他把我和婉之姐打的，看他就是讹人不成，恼羞成怒。青音，锦绣摔碎你的镯子是不对，但你打了他们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。我打他们，不只是因为这件事。傅景深，你确定要包庇他？我这不是包庇，那就照价赔偿。我可以赔，但是上千万。青音，你得讲道理。凭什么赔？这镯子根本不值钱。对了，今天许家和周家订婚，在场来了多少厉害人物，其中就包括鉴定大师全大师。把全大师请来，他肯定能当众拆穿你这镯子不值钱。好，请全大师来。全大师，麻烦您帮忙鉴定一下这个玉镯。全大师，您快告诉大家，这是帝王绿玉镯吗？
看到没？全大师都摇头说不是了。许清音，你还好意思说这是帝王绿？这镯子就是帝王绿。秦一，结果已经出来，你也别生气了。我让锦绣给你道歉，这镯子的事儿就这样过了吧。凭什么？我价值千万的玉镯被摔碎了，一个道歉就想结果？全大师都说了，这不是帝王绿，你还在这儿死撑？许清音，你要不要脸？这位女同志，我刚才摇头不是因为这不是帝王绿，我摇头是觉得可惜，这么好的玉镯被摔碎了。什么？这玉镯不是地摊货？我本来也不太确定的，但摔碎了，看到这断面，这种质地，这种光泽，就是老坑玻璃种帝王绿无疑。不可能，许清音怎么可能有这么贵的玉镯？对，大师，您再看看呢。老朽冒昧一问，您莫非就是许家的千金周公子的未婚妻？这只镯子我只在周家见过，想必不会有错。是。青衣，你怎么会是许家的千金？你不是普通职工家庭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普通职工家庭了？是我们一家向来低调，我从来没对外说过我的身份而已。现在，请你们照价赔偿我未婚夫送我的订婚玉镯。未婚夫，你真的要跟那个周公子订婚？你，既然是你跟思苗哥哥订婚，你根本就配不上思苗哥哥。青衣，我不同意。我一直在等你，你怎么能跟他订婚？你跟我走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傅景深，放开他。原来是你，青衣，你真的要跟他在一起？我跟你认识这么久，我才是真正爱你的人，你怎么能跟别人在一起？你扪心自问，你真的爱过我吗？你一次次伤害我。刚刚我说这是帝王绿玉镯，你也根本不信。我那是……你从始至终都没信过我，更没真正爱过我。你只是放不下自己心里的执念。青衣，你听我解释。够了，我从小就爱着青音，要不是出国10年，根本轮不到你钻空子。你连1分信任都没给过他，你有什么资格说爱他？给青音的事我会处理，轮不到你插嘴。是吗？你会处理？那这个害青音从山崖滚落的人，为什么还站在这里？你说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你不是让刘指导员帮你查青音流产的真相吗？我请他们来京市，当面告诉你真相。指导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副团长，我后来查到，小许从小山坡滚落那天，恰好被一个在附近徒步的人看到了。那人亲眼所见，小许不是跟唐婉之争执自己滚下去的，而是被唐婉之亲手推下去的。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？我知道你跟许清音关系好，你怎么能为了帮他编出这种谎话来诬陷我？我活了半辈子，从没诬陷过任何人，倒是你，唐婉之，你当时竟然用我的名义让舞蹈队小组长把青音骗到小山坡，我的名誉差点就毁在你手里了。青音，那天是唐婉之让我带口信给你的，他说指导员有事儿找你，我当时真没多想，觉得就是捎句话的事儿，我怎么也没想到唐婉之竟然是存了那样害人的心思。不是这样的，景深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是青音把你叫到后山的吗？他胡说，明明是他让我去叫青音的。你还说是青音自己滚下去的。是他想推我，结果自己没站稳滚下去了，不关我的事儿。唐婉之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还要颠倒黑白到什么时候？对，就是我做的。你抢走了我的男人，我给你点教训，怎么了？你跟诗人私奔的时候，我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傅景深，你不是喜欢豆豆吗？我再给你生一个。我只要我和青音的孩子，你推青音下悬崖，害死我的孩子，你真是罪该万死！景深，别叫我！你到底还欺骗了我多少次？你之前跌倒划伤手也是你自编自导。我那是……我一定会让你这种蛇蝎心肠的人受到该有的惩罚。来人，把他带走。傅景深，你说我蛇蝎心肠，你又是算什么东西？为我伤他的人不是你吗？连我都看出她当时怀孕了，你作为她的丈夫，你却没看出来。你才是那个最恶毒的纵容者，是你纵容我用雪球砸她，是你没救跌下山崖的她，
是你亲手害死了你们唯一的孩子！是你亲手害死了你们唯一的孩子！过去的事我不想再提，把他们赶出去。凭什么我什么都没有，你却有这样幸福的生活？都怪你！哥，不，我没想伤你，景深，你为什么要替他挡？真正爱你的人是我，只要他消失了，我们就能在一起了。因为我爱的是青音。把他按住！把他按住！青音，你看，我可以为你死，我是真的爱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傅景深，有些事过去就是过去了，谢谢你救了我，就当我们扯平了，从此以后无爱无恨，形同陌路。青音，送副团长去医院。不需要你们假惺惺。把唐婉之和傅锦绣都送派出所。凭什么抓我？我什么都没做错。解释的话去跟派出所说吧，带走。青音，都结束了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青音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只是后来我出国了，一走就是10年。这10年里，我走过很多地方，见过很多人，可心里始终只有一个人。我以为这辈子就要错过你了，还好，命运让我重新站在你面前。青音，我周思邈在此立誓，这一生，我会用全部去爱你、护你、信你，绝不让你再受半分委屈。青音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原来被一个人全心全意信任、珍视的感觉是这样安心。今日，知名舞蹈演员许清音与周氏集团太子爷正式联姻，未来这对夫妻会把重心放在国内，努力为社会添砖加瓦。景深，2年了，该放下了。爸，我放不下了，这辈子都放不下了。喝点水，你回国后就连轴转，也要注意身体。我们回国能为祖国的文艺事业出一份力，我只觉得开心。谢谢大家，今晚我想请我最重要的人上台，我的丈夫周思邈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，我将暂别舞台一段时间，因为我和思邈要当爸爸妈妈了。青音，祝你幸福。